等下，这是什么状况？这是什么状况？它的 business class 跟 economy class 怎么是一模一样的座位啊？它就单纯是把中间这个隔开来，就是一个商务舱了吗？它跟后面的配置是一模一样的啊！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各位观众，它是没有被收走的上一个乘客用的水哦，它已经被开过了。南美洲的航空公司每一次都突破我的想象。到底要发生多少事故？我刚登机前才想起来我的 GoPro 放在贵宾室没有拿，飞奔回来。Hello， 我是阿迪，我现在人在纽约 JFK 国际机场。我们刚结束在纽约的1个礼拜，接着我们要去到秘鲁。我上一次进入到南美洲是作为南极的前哨站，然后那时候我不止卡在复活节岛，我在秘鲁的班机也延误。然后我必须很客观的说，我这辈子吃过最难吃的飞机餐，也都是在南美洲的航班上。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样本数太少了，我不能用这个有色的眼镜看南美洲的航班，所以呢，这次我们从纽约到秘鲁，全程都是商务舱。我们来看一下，这会不会改变我对于南美洲航班的评价？而且我们这次去程跟回程搭的是不同的航空公司，分别是南美洲第1大跟第2大的航空公司 LATAM。就是我们上次非常熟悉的朋友，以及这次新搭的 Avianca。那我们一起来开箱一下吧。我们首先来开箱一下这个超级无敌漂亮的 lounge， 这是 Avianca 可能跟 Capital One 合作的 lounge。它这里有个 bagel station， 可以现点现做，咖啡也可以在这边点。Capital One 好像是美国一个很 fancy 的银行，因为大家看之前我那个纽约周记，我也有去到 Capital One 的 cafe， 也是超级豪华的。你看这边这个吊灯。很浮夸哎！这边进来还有另外一个空间，可以拿一些甜点，然后这边还搞得像米其林一样 single plate， 我觉得很酷的。还有他们饮料的陈列方式，他们所有的饮料做的像是啤酒一样。那快速吃个早餐，待会就要准备登机了。商务舱可以登机了。我发现我的位置是 1A， 是第1排第1个位置。我这次有带着我一个登机箱哦，这是 Aspect 新出的前开式的登机箱。很好用哦，它书包可以挂在上面，省非常多的力，就不用背着。哦，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小的飞机诶。等下，这是什么状况？这是什么状况？它的 business class 跟 economy class 怎么是一模一样的座位啊？它就单纯是把中间这个隔开来，就是一个商务舱了吗？它跟后面的配置是一模一样的啊！我被震惊了，这是商务舱？你跟我说这是商务舱？我不敢信哎，这个。不便宜耶！我得到了一个桌子，那我的旅行体验不就是后面如果经济舱刚好我旁边没有坐人的话，那就是我的体验啦？还是说这个商务舱刚好是1.5个经济舱的价格啊？让我出去！我们心态稳住，这个会是一支蛮好看的影片。第一，第二是我们来寻找看看商务舱跟经济舱的不同之处。首先，我们的行李箱。有这个标志，尊爵不绑。再来是我们的安全带，它多了这个软垫，增加了一层温暖的怀抱。再来，如果你仔细看这个桌子底下，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宽敞的收纳空间的，这里面可以放得下10台 iPhone 17，并且有一个充电孔，多种插头都可以容纳，包罗万象的充电口，高级。再来，我们有一个枕头，它特别的把它再加了一个外包装，这是多此一举吗？不是，这个是显出我们跟经济舱的尊荣。快 ，OK， 一个有点起毛球的毯子，还是要摸一下，没了，就真的就这样，没东西了。我原本想象这段呢是在非常宽敞的商务舱位置开，没有想到有点挤。我们这一班是先从纽约飞到波哥塔，是在哥伦比亚。这一班飞机要差不多5个小时，然后它是早上6点半的飞机，所以我今天是3点半就起床了，我只睡了3个半小时。我原本想说可以在飞机上面躺着舒服的补个眠，
但现在看起来了，这个位置应该跟经济舱一样，就是只能稍微的往后躺，因为我后面就直接有坐一个人了。南美洲的航空公司每一次都突破我的想象。商务舱，好啦，你真的要讲的话，它的那个可以 man spread 的空间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一块的椅垫是多出来的，它这边做的很薄，所以你看啊，如果今天是经济舱的位置的话，1、2、3个座椅，它会是这样分的，但是因为它这里只有这样，所以我这个座椅这边是多出来的空间。你看，我可以张到这么大，最后可以这样，这是最top。哦，这是它的过夜包，好烦哦！它不管怎么样都会有闪屏，我已经调了60帧、50帧、48帧、25帧，不管哪一种设定，它都会闪屏。这是什么地狱闪屏传经？他刚刚再多给我了1瓶水跟一个卡片。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他给了我1瓶新的水。那刚刚我们不是有拍到那个收纳空间有另外1瓶水吗？没有错，就是刚在这里的这一瓶。各位观众。它是没有被收走的上一个乘客用的水哦，它已经被开过了，而且它就是被喝了1口。好的，那我把属于我的放到这里。这一瓶我还给空服员。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在继续拍，但是我们来开一下这个过夜包：护手霜、袜子、眼罩、唇膏、牙膏、牙刷，里面还有装一个东西。我空虚的内心。我们要起飞喽！这个是飞机上的早餐，我是点 omelette。我刚听广播，好像后面经济舱他们是没有这样完整的一餐的，他们会拿到的是零食跟饮料。这个餐车是后面经济舱的，所以是只有商务舱有这样子的 set。然后刚刚广播还有说，前面的厕所是只有商务舱可以上，就它这里还是有拉了一个窗帘，只有2个厕所，后面就是一般的经济舱的厕所。其实商务舱只有6个人嘞，不期不待，不受伤害。Omelette 应该不会糟糕到哪里去吧？先喝一口茶，茶好喝，再喝一口柳橙汁。我原本预设是要说柳橙汁好喝，但是柳橙汁没有很好喝。这个 Omelette 里面有包一些香菇，会。培根也不错。我觉得是正常的食物，飞机餐 OK， 水果盘。我最近去测那个过敏值啊，我好像对凤梨极度过敏，所以这个凤梨我不能吃。哇，这草莓很赞耶，好甜哦，但是面包是冷的，面包不好吃。这个飞机餐我给70分，然后还有5个小时，睡一下。我们到了 Colombia， 然后要在这里转机。这个转机其实还蛮赶的，大概只有半个小时，我们下一班飞机就要起飞了。不过它是同一个航班，我们的行李是直挂到秘鲁了，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真的是有一点赶，机票上面印的登机时间是12点半，我们到这边就已经12点11分了，只剩下不到20分钟。但感觉这机场不大，所以直接走那个转机连接过去。应该就到登机门了，可能不需要再过安检吧。我想，我赶上了12点半，现在才刚准备要登机。哥伦比亚短暂的转机，感觉是一个很热情的国家。之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再来拜访。而且我听那个 Bad Bunny 的 Super Bowl 演出太多次，被洗脑。我现在看到这些国家的名字，我都会是 Bad Bunny 的发音：哥伦比亚、加拿大、秘鲁、厄瓜多。接下来这趟3个小时比较短程，我们的飞机会是一样的机型吗？期待一下，这一趟过去的商务舱会长怎样呢？好的，各位观众，是一模一样的机型，基本上从右边换到坐左边这里。我这一趟一直是没有网络的状态，我非常的好奇，我当初到底是付了多少钱？就是这2段的机票。我待会到秘鲁有网络的时候，马上来查。我的午餐上来了，这个应该是鸡肉。它的另外一个选项是 pasta， 但是因为我上次搭 LATAM 实在是被他们的 gnocchi 吓到，所以呢，我不太敢点 pasta。试试鸡肉，看起来还蛮正常的，只是旁边这个酱不知道是什么，这个不知道什么酱呢。
好像是鹰嘴豆泥之类的东西，2大块鸡肉，蛮有味道的，感觉好像是鸡肉香肠那种感觉，那种打成肉泥之后，再把它重新塑成是鸡肉块，那里面蛮有味道的，肉又很嫩，会番薯啊，不是番薯，是红萝卜，青菜面包，哦，蛮软的耶，而且没有早上那么干。这是它漂亮的甜点，它是某种慕斯，夏威夷豆口味，然后下面是苹果泥。这餐表现不错哦，我可以给它82分。抵达秘鲁，好，我必须要还是给它一个很中肯的评价，是有差啦，就是它那个舒适度真的还是有差。虽然说它看起来很像经济舱的位置，但是有中间那个桌子，然后还有前面的那个 leg space， 我觉得休息起来的确是还蛮舒服的。然后再来就是有餐点嘛，中间也有拿到一些小零食啊、饮料啊之类的，这些都是免费的。但就算是这样，我觉得整体的体验比较像是豪金舱，它跟经济舱的差距没有像是可以躺平的商务舱跟经济舱的差距。所以我待会要查一下，说我这个商务舱到底是花了多少钱买的。我会买这个，应该是它没有到那么贵，所以有可能它就没有比经济舱贵多少。我搭飞机搭到胡子都长出来了。好，我查到了，刚刚搭的这一班只算单程纽约到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到秘鲁，这样2段商务舱的票是大概23000台币，其实比我想象的便宜。但是呢，如果是经济舱的话，只要13758块，一样的时段。所以说，刚刚那班飞机搭商务舱是要多花1万块钱，有值得这1万块的差价吗？我觉得它在一个很尴尬的范围，好像没有不行，但是又没有觉得到那么划算。这边查完价钱之后，给大家做参考。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想要多花1万块钱做一个加大版的经济舱以型的商务舱吗？好，我们明天就要回台湾了。我们回程要搭的是 LATAM， 不过我蛮有信心，这个 LATAM 的商务舱不会像是我们来的时候，它是一个经济舱改造的，因为这个是直达班机，总共要飞8个多小时。经济舱大概27000左右，但商务舱我总共是付了79000，所以是贵了5万多块，3倍的价差，感觉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这次回程的商务舱体验。不过在我们看从秘鲁回到台湾的商务舱之前，我们要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南美洲好朋友 Amazing Talker。Amazing Talker 是全台港最大的1对1线上英语家教平台。我上次来南美洲前恶补的西文就是在 Amazing Talker 上课。我自己一直有在上面找老师上外语课，因为长期学语言下来，真的发现如果只是背单字跟文法，很难真的掌握一个语言的使用方式。不过 Amazing Talker 上面的老师都很善于跟学生互动，可以依照你的程度跟学习目标拟定课程跟你对话，帮你更快的抓到语感，更自然的把语言使用在真实情境里面。而且 Amazing Talker 不只有外语老师，上面也有超过1万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家教，想要学投资理财、程式设计，甚至是学校的物理化学课，都能够找到适合你的线上家教。只要到平台首页的搜寻教师，选择想要学习的科目，就能够看到老师们的课程摘要，还有学生评价。如果想要更快找到符合自己时间和需求的老师，也可以使用平台的 AI 推荐教师功能，输入想学习的课程、学习目标，还有能够上课的时间，3秒钟就能够配对到适合的线上家教。报名上课也可以只预约1堂课，完全不绑约。新用户还可以使用专属的10美金兑换券。那我会把所有相关的资讯放在影片的资讯栏。嗨，现在是在秘鲁的最后一天，我们现在在利马机场，要先搭飞机回纽约，然后呢，再从纽约回到台湾。然后这次我们搭的班机是 LATAM， 但是我们在讲那个 LATAM 的商务舱之前，我们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我这次在秘鲁买了蛮多衣服的，就是给自己用啊，然后还有送朋友啊，送给家人，然后全部都是可以退税的。我们在买的当下，这个店就会跟我说，哦，就是印这个 Global Blue 的表单。总之，我现在发生的状况就是我没有办法退税，然后我要吞下大概4000多快5000块钱的没有办法退税的金额。因为我总共买了大概4万左右，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总共买了2批，一个是在这间 Soul Alpaca， 另外一个是在这间叫 Kuna。他们是说都会帮你输入系统嘛，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来到机场，然后到后面这种 Global Blue 的自助柜台，然后系统里面就会自动有你这些可以退税的资料。我发生的第一个问题是
Kuna 这家店他把我的资料全部都输入错误了，所以他显现不出来。然后去问了柜台之后，他说他就是输入错误，你要打电话回去给他，叫他重新输一次 ，which is impossible。所以到这边我想说，好吧，那就算了，因为 Kuna 这一单其实没有这么大，大概4000多台币左右。但是我的另外一单就是 Seoul Alpaca 这一单。我买了超多东西，Seoul Alpaca这单大概就是3万多，快4万块，所以可以退就是3000多块钱。但还好的是这一个大单它是有输入成功正确的，所以我到这个自助 counter 扫描我的护照之后，它是有跑出来的。但是问题是呢，整个跑完之后，它印出来一个单子，叫我说要去旁边的这个 tax-free office。然后我去了之后，他居然跟我说，你要把全部在这一个单子上面你买的商品一个一个给他看。他跟我说这个环节是随机的，不是所有人都会检查。但如果你到那个 counter， 然后他印出来是说，你要去检查的话，那你就是要去检查，不可以是照片，不可以是影片，一定要是你的行李箱里面摆着这些东西。那因为我没有这个认知，所以我是一到机场，行李啊什么都 check in 好，机票都领好之后，我才来处理我的退税。所以我的商品都已经送进去了，不在我的手上。我有拍到这所有的商品在行李箱里面的画面，但他们是说影片也不可以，一定要看到商品本人。那这个是我自己的疏失，然后也算是上了一课。有看到影片的大家，之后如果来秘鲁旅游的话，要记得，如果你有要退税的商品的话，一定要是在 check in 之前，你托运之前，就先把所有东西都退税完成，因为你有可能会被抽查。然后我还有一个不太确定的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严格到说必须商品是全新，甚至是吊牌都没有拆掉的状态。因为我在想，免税的概念应该是说你不能够在秘鲁境内使用嘛，就像是日本的药妆店，它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面，你不能用它，你就是要在国外用，所以才能免税啊！我这趟已经花超多钱买东西了，还再多缴税，体感超亏。但是 YouTuber 就是呢，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素材啊！我们要有正面思考，我这样说不定可以帮很多人节省到4300块钱啊！这个资讯提供给大家。机场里面也有 Kuna， 然后它的对面就是 Seoul Alpaca。他们这个商店摆放的位置非常的针对性，我觉得秘鲁政府正在嘲笑我。但是说认真的，就是推荐大家这样之后不用在外面买了。如果你想要买这些比较知名的品牌、精品的品牌，你就是 check in 之后在机场里面再买就好了。在这边里面买就直接已经免税了，你还不用经过这么多，要拿表单可能会输错，可能要检查你商品，然后最后不给你退税。哦，我们到了 Tom 的 Lounge 了，哇塞，这里也超级漂亮的。秘鲁很多建筑物真的都是还蛮美的，哇，超大超高级，而且这个颜色很有那种低调奢华风。这边还有一整个办公区域，赞哦！这是什么观影区域啊？小电影院？这个应该是继土耳其之后我看过最奢华的商务舱贵宾室了，这个比纽约的还要高级哎！我刚刚在仔细了端倪了一下这2个税单，我发现呢，这边的消费税不是10%，是18%，所以说我刚刚粗估推算损失多少退税金额有一点点落差。因为我2单加起来总共的商品金额差不多就是4万3台币，然后乘上18%的消费税，我能够退税的总金额是大约台币7739块钱。谢谢大家。这个是不是已经可以买一个联航去东京了？7700我觉得已经接近到一个蛮不舒服的数字了。7700可以做太多事情，我觉得台湾人可能真的是会被日本的退税系统宠坏，很多都是当下就直接折扣下来，也不是说你先刷之后再退给你哦，是你当下买的时候就直接比较便宜了。我记得我在意大利跟法国也都有买过那种，不是在机场里面买，是在外面买的，然后他就给你一个退税单，你要去到机场里面去做退税的手续。但我不记得我有被要求过要完整的检查我所有买的商品，还是说 Global Blue 的这个系统都会有这个 lottery system， 只是它一直存在。我之前只是很幸运没有被抽到，所以不用被检查吗？我真的不太确定，就是我不确定我现在的愚蠢程度到哪里，你知道吗？这是我个人的非常没有尝试，还是说是大家可能都没有这个认知？好的，所以今天这个故事提供给大家，我们可能可以节省到更多份的7700，是18%的消费税哦，这个没有退到真的会很痛哦。我突然一整个没有胃口，我什么都不想吃，我只想飞台湾。好了，他们的食物看起来真的是还蛮赞的啦。这里有各式各样的蛋，哇，这个好香哦。这边是水果沙拉，还没结束哎哦，这里是一样的，所以它有2组，这一整套复制过去。哇，它饮料的杯子放的好可爱，
哦，这边还有 Inca Kola 哎，这个喝起来有点像那个台湾的维大利。哦，这边有一些现打的果汁哎，这感觉可以，拿一个。在10分钟之后就要登机了，把这杯果汁喝完就出发。到底要发生多少事故？我刚登机前才想起来我的 GoPro 放在贵宾室没有拿，飞奔回来。Yes, thank you so much。惊魂记GoPro 都要创作者的噩梦，太可怕了，一路狂奔回来。好，去登机。哇，心好累，身体也好累，航下超远的，跑步大概要20分钟。哇，我很不常落掉我的相机耶，这应该是我好几年来第一次落掉我相机耶。我有丢过我的眼镜，还有丢过什么护照我也没丢过。我觉得人在分心的状态的时候，很容易会落东落西的。发现我相机不见的瞬间，是我拿出来相机称赞说，LATAM 这次完全没有误点，准时登机，准时起飞。然后我就发现到处都摸不到我的 GoPro， 超慌。但我在跑过来的路上也在想，因为我前一天晚上已经把秘鲁所有的影片全部都按照资料夹都分类好了，所以我最多会损失的就是这段在讲没有退税成功的这些片段，所以也不知道完全无法补救。我刚跑超远的OK， 还在登机我是坐 EF 登机了。我坐进来了，它的座位长这样子，还不错啦，就是蛮有隐私的。这里有一些正常的使用痕迹，一个过夜包，一个耳机，这个是可以躺平的。还记得阿比安卡的商务舱它是不能躺平，但是他们这个机型的商务舱比较贵，我记得比经济舱是贵了3倍。这边都有一些使用痕迹。这个桌子是，桌子是这样推去。这个蛮好用的。我现在要调时差的话，这个班机上应该要睡觉。待会就是上餐了之后，我最后拍完开箱，我就睡觉。它的菜单，还有开胃菜、主餐跟甜点。等一下，它的菜单上面，它有 gnocchi 耶，它有 goat cheese gnocchi。我这辈子吃过最难吃的飞机餐就是 LATAM 的经济舱的 gnocchi。我们来试试看商务舱的。OK， 我的午餐来了，它是一次全部上。这个是前菜，然后主餐，然后甜点我是点水果。我觉得看起来其实还不错，但是它的口味就跟我上次吃的是一模一样，就是那种意大利的 gnocchi 面疙瘩，然后配上番茄。我们来吃吃看一模一样的品相到商务舱会变什么样。上次那个 gnocchi 应该是我去智利的时候吃到的嘛，反正经济舱的，然后印象很深刻，它的材质就很韧，像是在咬橡皮擦一样，然后没有任何的味道。我们来吃吃看这个，有比较好一点，不过它这次变成是里面有点粉粉的。我觉得它加热没有到很完全加热到里面都有热。材质跟味道都有好蛮多的，这我吃得完。台湾航空的飞机餐真的是屌打，我有时候都在想，这些美洲的人如果搭台湾的航空的话，会不会得到 culture shock？ 就是飞机餐怎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吃？前菜是鲑鱼片，一点点腥味，生菜沙拉，水果沙拉，最好吃的是水果。好的，这次 LATAM 商务舱的食物有及格，我给70分。终于可以回台湾了。这次秘鲁待了好久，那我到这边就正式下班啦。我们台湾见，拜拜。OK， 我们现在回到台湾了。这一整趟秘鲁一整个系列，我们带大家先从绳结跟印加语学习开始，再来我们去吃了世界第一的 Central 餐厅，然后马上落入谷底，我们去体验了悬崖的住宿，然后在下一支影片继续在彩虹山受难，当然也比较了 Cusco 跟 Arequipa 这2个城市。那最后这一支影片，我们系列的结尾开箱了2个南美洲航空公司的商务舱。那我们整体行程的感想，我跟 Cat 在上一支影片结
我也有拍，所以如果你想要看的是跟行程相关的感想的话，可以去上一支影片。那我们现在在最后这个段落，我们要来做这趟秘鲁的开销总回顾。我其实在算之前就觉得应该会花很多钱了，因为这一趟光是我购物应该是这辈子买最多东西的一趟，我甚至是塞到行李箱塞不下，我要把那个收纳袋从行李箱拿出来，用手提的才回得了台湾。然后再加上我们也是算偏奢的体验，不管是吃的东西，或是机票，或是去了稀缺的悬崖住宿的体验等等种种加在一起，我们现在就是要来面对一下这个账单。好，首先呢，我们这次也是跟 Cath 的团出去的嘛，所以 Only One Travel 的团费一个人是$5950，所以差不多187840。那以这个团费来说的话，我觉得是还蛮划的，因为我们住的地方都很好。然后它也有附吃的，然后它也包含所有中间零零散散的包车费、导游费、火车票，甚至是马丘比丘的门票，去全部一包帮你弄好，这就是跟团的好处。好，但是贵的其实是在我其他的家项。首先商务舱来回机票总共花了97100块钱，然后再来悬崖住宿的体验呢是35990，然后世界第一的 Central。一个人是17300，但是因为那个小丸剪辑师的费用是我帮他出的，我请他吃饭，所以这边我花了34600块。然后再来是其他的餐费，我花了13510。那因为晚餐是自费的，加上有几餐我是请大家吃饭，所以这边稍微比较高一点。然后再来呢是抽奖的奖品，我们这次有在会员办抽奖，抽出了我的披风，然后还有一些秘鲁特色的袜子，然后再加上要寄给排山倒海会员的100多张明信片，加上他们的邮票，这边我是花了9820。然后再来重头戏，买了一堆羊驼毛的相关产品，这里我一共花了41740。而且这里很好笑，还要外加一个，原本以为买到便宜，因为可以退税，但是呢，后来我在机场没有成功退到税，所以少退到的税呢，再花了7740块钱。以上是我们的秘鲁总开销，最后的花费428340块钱哟，这是我们应该是这2年的旅团创新高。它已经将近跟南极一样贵，因为南极我记得是快要50万啊，真的不应该花这么多钱。我等于是在团费以外额外花了大概24万。然后这边对比一下哦，埃及的部分也是奢华游嘛，总共也才31万，土耳其呢是19万，摩洛哥更是只花了17万。所以这次秘鲁呢，我觉得是有一点over budget 然后这要怪我自己，因为买了太多东西，然后浪费了一点钱。那当然，我觉得悬崖住宿如果再让我选一次，我是不会花这个钱的。然后机票的话，我也觉得不用买到商务舱，因为我们搭的也都不是红眼班机，所以白天在飞机上搭商务舱基本上就只有位置比较大一点，跟可以吃到好吃一点点的东西。那我觉得，因为跟经济舱的票价差大概6万块钱，我觉得没有到这个价值，就可以搭经济舱就好了。Central 的话，我觉得是值得去的啦，这个钱还是必须花。但是购物的部分，我觉得就真的是不用花到这么多，可能2万块钱应该差不多。今天如果你是一般游客的话，花个20万出头就可以跟我有一个一样等级的10天秘鲁精致团。好，所以这边给大家一个血泪提醒，如果你们有要去秘鲁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秘鲁的系列咯。下一趟会带大家去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探索呢？我们拭目以待。西班牙。